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性空间。在我们所熟知的人类历史长河里，印度常被视为灵性与智慧的圣地，这里诞生了佛陀，也孕育出奥义书、吠陀经典与瑜伽智慧。然而，如果我告诉你，在这片土地上可能存在过一个比印度河流域文明更早，甚至更高科技的史前文明，你会怎么想？在印度古老的经典中，有一个惊人的记载，它描述了一种能够飞行的器具，被称为维拿曼 （Vimana）。这不只是简单的神话传说，而是带有细节的古代技术蓝图。飞行器的结构、动力来源，甚至用途都被逐一记录。更令人震撼的是，在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维拿曼不只是载具，它们曾被用于跨洲战争，甚至进行如同现代核武般的大规模毁灭攻击。印度这片恒河与印度河流域交织的大地，似乎蕴藏着远超我们想象的过去。根据考古学的主流认知，印度河流域文明大约兴起于公元前2500年，拥有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这样的繁荣城市。但在古代经典的描述里，早在人类历史记录之前，印度可能已经出现过先进文明，而且科技程度远超同时期的其他地区。这个文明的起源或许可以追溯到瑜伽纪元的传说。在印度哲学中，宇宙分为4个纪元：真理纪、特雷塔纪、德瓦帕罗纪与克利特纪。每个纪元都象征着人类意识与文明的不同阶段。而在真理纪与特雷塔纪时期，人类被认为与神明几乎共存，拥有超凡的智慧与科技，甚至能操控能量与空间。这样的描述与维拿曼飞行器的神秘记载不谋而合。更惊人的是，有些古代梵文手稿甚至尝试技术化的解释维拿曼，例如《维曼尼卡沙斯特拉》（Vaimanika Shastra） 一书，据说详述了不同类型的飞行器如何运转，甚至提到某些机械部件需要特定金属合金才能制造。虽然学界对这些记载仍存疑，但这无疑让人怀疑，难道在几千年前，真的有人曾掌握过高度科技，却在历史中悄然消失？想象一下，在遥远的古代，天空中并非只有鸟群与雷云，而是闪耀着金属光泽的飞行器，它们承载着国王、祭司，甚至是天神般的存在，在空中盘旋，跨越大地。这并非现代科幻小说，而是数千年前的经典所留下的线索。这一切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印度史前古文明是否真实存在过？它的地理范围可能横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平原，延伸至今日的南亚大地，而它的时间轴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久远，甚至比苏美文明更早，与人类失落的黄金时代紧密相连。而当我们开始追寻这些谜团时，会发现这些古老经典并非仅是预言，而是对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进行暗示。维拿曼飞行器的出现，不只是挑战人类文明的起源，也动摇了我们对科技与灵性的理解。那么，这个被记录在吠陀经中的飞行器，究竟是单纯的神话象征，还是来自于一个早已消逝的高科技文明？在接下来的探索中，我们将深入挖掘它的地理位置、可能的时间背景，并追寻那些似乎被掩埋在沙土之下的真相。如果我们要追寻印度史前文明的足迹，首先必须回到地理的根源。印度是一个被大自然深刻塑造的地方，北方有喜马拉雅山脉如同天然的屏障，南方有印度洋的广阔怀抱，中间则是贯穿东西的恒河平原与印度河流域。这些地理特征为古代文明的兴起提供了最理想的舞台。现代考古学告诉我们，印度河流域文明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繁荣一时。它的2大代表城市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以规划严谨的街道、复杂的排水系统和大规模建筑而闻名。然而，如果仔细阅读吠陀经典《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你会发现其中所记录的维拿曼飞行器、天界战争、毁灭性武器，似乎并不是属于这个青铜器时代的文明，而是比它更早的时代。那么，时间轴可能指向哪里？有学者提出，印度的古老神话中反复提到大洪水与失落的黄金时代，这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传说，例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神话、圣经中的诺亚方舟不谋而合。如果真有一次覆盖全球的大洪水，
那么在洪水之前或之后，印度或许曾存在过一个拥有先进科技的文明，最终却因环境巨变而消失。更有趣的是，印度的古代纪元理论提供了另一个思考角度。在印度教宇宙观中，时间被分为4大纪元：真理纪 （Satya Yuga）、特雷塔纪 （Treta Yuga）、德瓦帕罗纪 （Dwapara Yuga） 与克利特纪 （Kali Yuga）。我们当前所在的时代被认为是克利特纪，一个灵性与道德逐渐衰退的时代；而在真理纪与特雷塔纪，人类与神明几乎并肩而行，科技与意识的高度远超今日。维纳曼的故事正是出现在这些更早的纪元里，这意味着印度古文明的时间轴或许要往前推数千年，甚至上万年，超出主流历史所承认的范围。考古学上也出现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海岸外的海底，曾发现一座沉没的古城遗迹德瓦拉卡 （Dwarka）。这座城市与摩诃婆罗多中的神话描述相呼应，被认为是克里希那王的王国，后来沉入海底。经过探测定，有些出土文物竟可追溯至公元前7500年，甚至更早。这个年代远远超出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范围，与我们今日所谓的史前时代重叠。另一个谜团来自恒河流域，这里不仅是印度灵性文化的心脏地带，也是许多古代传说的舞台。传说中，众神曾在恒河上空乘坐维纳曼，俯视人间的战争与文明。而从考古角度来看，恒河流域的古城遗迹尚未完全被发掘，许多被认为只存在于神话中的城市，仍等待着被沙土揭开真面目。时间与地理的双重谜团，让我们不得不思考：难道在印度河文明之前，真的存在过一个更早的文明？这个文明或许在洪水与战争的双重摧残下消失，只留下零碎的线索，被嵌入在史诗与经典中。吠陀经中的维纳曼，或许就是这段失落历史的缩影。当我们将这些线索拼凑起来，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可能性：印度的史前文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或许与地球上其他古文明，如苏美文明、埃及文明，甚至更神秘的雷姆利亚与亚特兰提斯，共享同一段被遗忘的黄金年代。只是印度选择把这些故事编织进经典中，让后世在吟诵摩诃婆罗多或罗摩衍那时，能隐约窥见那段超越想象的古老历史。而当我们进一步探讨维纳曼与吠陀文明的特征时，我们将看到更惊人的细节。那些描述中不只是灵性的象征，而是触及到极其先进的科技知识。接下来，就让我们揭开印度古文明最震撼的一面，他们是否真的曾经掌握过远超时代的高科技？当我们进一步走入印度古代经典，会发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这些数千年前的文献居然精确地描述了各种超越时代的科技，仿佛是来自未来的蓝图。最为人所知的，当然是那个神秘的飞行器维纳曼 （Vimana）。在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维纳曼不只是神话中的空中车辆，而是具有细节的飞行机械。经典中甚至分门别类地记载了不同型号的维纳曼，有些能在大气中飞行，有些能潜入水中，有些甚至能直入宇宙。这些描述与我们今日的飞机、潜艇甚至太空船的概念极为相似。更令人震惊的是，维曼尼卡·沙斯特拉 （Vaimanika Shastra） 这部古代梵文手稿，据说更进一步记录了飞行器的结构与原理。内容中提到，飞行器需要特殊的金属合金来制造，甚至有类似能量推进系统的描述。虽然学界对此书的真实性仍有争议，但它所展现的科技想象无疑挑战了我们对古代文明的理解。若真是古人所记录，那么他们对金属、能量与飞行原理的掌握，远远超越同时代的青铜器与石器文明。然而，维纳曼只是冰山一角，印度的吠陀知识本身就蕴含着高度的科技与哲学结合。比如在天文学上，吠陀经典早已提及地球绕着太阳运行，并将宇宙视为不断膨胀与收缩的循环。这样的概念竟与现代科学的大爆炸与大收缩模型不谋而合。在数学领域，印度古代的智慧更是影响深远。零的概念
十进位系统，甚至某些高等代数的雏形，早已出现在古代印度数学家与经典的记载中。这意味着，古印度不仅在灵性上走在前端，也在理性科学上具备惊人的深度。还有医学，阿育吠陀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医学体系之一，不仅关注草药与疗愈，更将人体视为能量的载体，强调脉轮与气场的平衡。这样的观点在现代能量医学与量子医学中重新得到关注，这也暗示着古代印度文明并未将灵性与科技分开，而是以一种整合的方式运用知识。社会结构方面，古代印度文明有着鲜明的特色，知识与灵性的掌握主要集中在祭司阶层手中，他们是吠陀经的传承者，也是科技与智慧的保管者。这意味着古印度的文明核心不在于物质的积累，而在于对能量、宇宙秩序与灵性科技的理解与应用。某种程度上，这与我们今日以物质与金钱为中心的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所谓的高科技描述其实只是预言或象征，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些经典的细节过于精确，远远超出了单纯文学想象的范畴。例如，在《摩诃婆罗多》中描述的毁灭性武器，光焰如千日齐照的火球，听起来与现代核武爆炸极为相似。考古学家在摩亨佐达罗遗址发现一些人骨，竟带有异常的辐射痕迹，城内部分石头甚至呈现玻璃化状态，好像曾经遭受极高温的瞬间灼烧。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从飞行器到能量武器，从天文数学到医学哲学，古印度文明展现出一种科技与灵性并行的特质。他们相信宇宙的运作有其神圣秩序，而人类的科技只是学习如何与这个秩序共振的工具。或许正因如此，维纳曼飞行器并非单纯的机械，而是能量与意识的结合体。只有那些达到特定灵性境界的人才能真正操控。这样的文明特色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所谓的史前高科技可能并不是我们今日所想的冷冰冰的机械，而是一种科技与灵性完全融合的文明形态。那么，是否存在考古证据能支持这些记载？在印度这片大地上，确实留有一些遗迹与谜团，似乎在低语着过去的真相。接下来，就让我们揭开这些遗迹与可能的外星痕迹，看看印度史前古文明究竟留下了哪些足迹。当我们谈论印度史前文明的高科技时，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古代文献虽然详尽，但是否有实际遗迹支持？令人惊讶的是，印度的大地确实留下了许多神秘而耐人寻味的痕迹，彷佛在低声诉说着过去的秘密。首先是最著名的印度河流域文明，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城市规划井然有序，街道呈棋盘状排列，排水系统极为先进，甚至部分建筑使用了耐高温砖块，这在同时期的世界其他文明中几乎无法看到。然而，这只是表面。当考古学家深入挖掘时，发现部分城市区域出现疑似瞬间高热熔融的痕迹，有些人古代有异常辐射，这些现象与文献中描述的毁灭性光焰武器不谋而合。另一个令人着迷的例子是德瓦拉卡 （Dwarka）。这座古城被认为是克里希纳的王国所在地，随着时间沉入阿拉伯海底，水下探测与潜水考古发现，城墙与街道规划井然，排列整齐的石柱与港口设施，显示它曾经是高度文明的都市。测定显示部分结构可追溯至公元前7500年左右，远早于印度河文明的黄金时期。这是否意味着印度曾有过更早、更高科技的文明？除了地面与海底遗迹，还有一些难以解释的石刻与雕像，呈现出超长的天文观测与飞行概念。例如，在某些古寺庙的壁画与石刻中，经常出现奇异的空中载具，与维纳曼的描述极为相似。更神秘的是，这些壁画似乎不只是艺术表现，而是记录古人对空中飞行、能量运作与宇宙秩序的认知。外星痕迹的猜测也源于印度古代文献中对天神的描写。摩诃婆罗多中提到的天神驾驶维纳曼降临地球，以及战争中神秘光焰的出现，让人难免联想到古代外星接触理论。这些文献中的描述不仅涵盖了飞行器、武器，甚至提到动力来源与操控方式，似乎在暗示有某种非地球文明的智慧曾经影响过印度的古代科技。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古代文明中对声音、频率与能量的认识，也可能与外星技术有关。吠陀经典中有大量关于曼陀罗与音波控制的记载，它们不仅用于宗教与灵性仪式，也被认为能够操控能量或治愈人体。这种科技与灵性融合的概念，在现代科学仍难以完全解释。而某些古代外星文明理论正好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线索，或许这种高科技与高意识的结合，源自于超越地球的智慧交流。综合这些考古与文献线索，我们可以看出，印度史前文明并非单纯依靠物质科技，而是一种科技与灵性整合的文明。他们不仅掌握了飞行与能量技术，也对宇宙秩序有深刻理解，并将这些知识藏于神话、史诗与寺庙壁画中。然而，这个文明最终消失了，究竟是战争、天灾，还是文明周期的必然结束？文献、遗迹与神话给出的线索错综复杂，也为后世留下无尽谜团。正因如此，我们不得不探问下一个问题：这种文明的消失是偶然，还是与地球上其他古文明息息相关？而当我们将目光移向地球另一端，南美洲的帕拉卡斯文明时，会发现类似的神秘现象。这个文明甚至比纳斯卡前文明更早，他们留下的超长头骨可能不只是人类演化的变异，而是与外星智慧的结合。下一集，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超长头骨与秘鲁史前文明的奥秘，看他们如何与印度古文明形成跨洲连结。当我们回顾印度史前文明的痕迹与文献，不禁要问，这个高度发展的文明为何最终消失？历史的碎片提供了几种可能答案。首先，环境灾难可能是重要因素。古代印度的洪水传说不只存在于吠陀经，世界其他古文明也有类似记载，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神话。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发现沉积物与古河道，显示这里曾发生过大规模水灾，足以毁灭城市与文明。其次，文明内部的战争与能量武器的使用也可能导致毁灭。史诗中描述的毁灭性光焰与天神战争，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某些遗址如摩亨佐达罗出现异常高热痕迹与辐射，似乎印证了文明的剧烈冲击。除此之外，灵性哲学提供了另一种角度，文明具有周期性。印度古代纪元理论指出，宇宙与文明存在周期循环，随着纪元的转换，高度发展的知识与科技可能被刻意隐藏或遗失，等待新的灵性觉醒才再度被唤醒。这种观点提醒我们，古文明的消失不一定是终结，而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转换。知识与智慧仍存在，只是以神话、史诗与文化形式延续。无论真相如何，印度古文明的遗迹与文献都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共同讯息：古代人类曾经达到极高的科技与灵性融合，并与自然、宇宙保持高度和谐。这种智慧虽然在物质文明中消失，但透过经典与遗迹，仍在提醒我们，人类的潜能远超想象。然而，印度并非地球上唯一留下神秘痕迹的古文明。在遥远的南美洲，有一个令人震撼的文明——帕拉卡斯文明。他们甚至比纳斯卡前文明更早，留下了大量超长头骨。这些头骨与人类常规比例迥异，引发了科学与灵性界的广泛讨论。有些学者推测，这些超长头骨可能不只是人类的基因变异，而是与外星智慧结合的痕迹。想象一下，地球上不同大陆同时出现高度发展的文明，掌握着科技与灵性的奥秘。有些文明随着环境或战争消失，有些则将智慧藏于基因或神话之中。印度的维拿曼与帕拉卡斯的超长头骨是否隐藏着同一种跨洲文明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将如何改写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在下一集，我们将深入秘鲁的帕拉卡斯文明，探索这些超长头骨的真相，它们与外星文明有何关联？为什么这些古人留下的头骨比例极为异常？他们的文化与印度史前文明是否存在某种共振？这些谜团不仅挑战现代科学，也提醒我们，人类历史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神秘与浩瀚。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